刚刚好嘞。因为我做过 Spoon 的 Sport Spring 啊，真的是跳到很够力一下。Honda Tar 3, 2, 1, go 也是快，因为他没有时间，他没有浪费时间在打滑那个前轮那边。这个时候看影片的你们应该是在农历新年嘛，恭祝大家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FL5 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标 V， 欢迎回来我的 POV 跟定乱试驾系列啦。今天在我后面有2辆 FL5， 一个灰色，一个蓝色。这2辆车都是我的朋友支持我买的啊，一个是改装过了的啦 ，Stage 2， 一个是原原装装。这个视频是非常感谢车主 Edwin， 几年前的他呢借我他的 Tiguan Osprey 上山试驾的，终于买到他 Dream Car 了哦。他就问我，Edwin， 你好像还没有试过原装的 FL5 上山哦。我说，好像又是哦。他就让我在改装之前呢，先试驾一下原原装装的，后来呢，他就要去改装了的啦。之前我一开 FL5 就是 Stage 2了的，有380匹没有了。这一次试一下原装到底怎么样 ？Let's go！这个是2022年的 Honda Civic Type R， 代号为 FL5， 那辆也是2022年的。如果你们想看呢这个很潮的 FL5， 车主凯文说啊，这个影片超过2000个 like， 让我试驾的很潮的 FL5， 灰色他觉得很特别，比较综合啦，不会太亮眼。这个灰色也是挺好看的，尾翼啊都是蛮低调一下的。凯文那个呢就换上了 ABR 的原装 Carbon 的高的尾翼啦。之前很多网友粉丝呢在 IG 上私信我说 ，Edwin FL1 值不值得买？现在价钱美诺的话，大概16000到17000左右，值不值得买？那我就能够以2个心态来做分析啦。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想要买到一个短尾的 Civic， 马来西亚没有卖嘛，又想要买到美诺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想要买来装 Type R， 也就是说你买了之后，你后面粘一个 Type R 的字，然后 bumper 换一个 Type R， 你要当它是 Type R 是绝对是不可能的。第一，首先就是它的引擎了 ，1.5 公升跟 Type R 的2.0公升完全不一样东西。不管你是上了 Stage 2都好，你怎么样都不会有 FL5 的这个动力。然后 FL5 啊还没有改之前呢，上马力机应该都是有300匹左右嘛轮上。可是你 FL1 1.5公升哦，你怎么改都好，你很难才可以上到300匹马力，这个就是它的问题啦。再来第2点就是 FL5 的车身跟 FL1 的车身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第一就是轴距跟它的车宽了。那我也明白，如果你要买 FL1 来改 FL5 的宽体呢，可能是可以改得到，可是你的操控完全是不会像 FL5 这样，肯定不会的。如果你把这辆车 jack 起来高高，你往那个底盘一看，它的悬挂系统还有它的 lower arm 啊 ，FL5 很粗很大个的。所以为什么说要看心态来买 FL1？ 但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要花一个16000到170买一个 FL1 的话，手牙还可以接受。如果你想要买 Auto 的话，我觉得还是不要啦。我觉得买 FE 比较好啦 ，FE 又性价比高，二手现在大概100,000
元上下就可以买得到。悬挂设置呢，前面麦花臣，后面是一个多连杆，可是它的 arm 真的是不一样，比起普通的 Civic FE 还有 FL1 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我说了没有用，你们去开了2台就知道那个分别了。所以如果你是 FL1 的朋友啊，你不会有这个宽体，再加上前面的 fender 这边哦，也不会这么宽。2年前吧，我在我的频道有出现过一辆380P Stage 2的 FL5， 你们可以不妨去看一下。这辆车 Edwin 买回来之后呢，轮胎也消耗了，所以这次呢 Edwin 就换上了一个来自于 Continental 的 Conti Sport Contact 7， 尺寸呢本来原装是265的，但是 Edwin 就因为当时紧急要下怡保，店只有255了，所以没有办法之下，他先暂时用这255的新轮胎啦。前后的尺寸一样，255 35 ZR 19寸哦，也是来自于 Brembo 的4活塞刹车卡钳，可是原装 FL5 的刹车盘是没有带动的。之前你们去看过一些 FK8啦，原装是有动孔的，原装的避震器还有原装的弹簧啊，所以我们这次可以试到原装的高度还有原装的舒适性是怎么样。没有中央扶手，可是有置杯架，表示着这辆车中间不能坐人，还是一样需要打开一下引擎盖的哈，这是 low 来的嘛，对不对？这个引擎的大号为 K20C1 的一具2.0公升的涡轮增压4缸引擎，原装有330 PS， 还有420个牛顿米的扭力，配搭的6速的手排变速箱。Type R 一定是手排的，肯定没有自排。Edwin 会一步一步改装这辆车啦，因为毕竟他喜欢一步一步的去看着他的车去改装的，这个一定要有时间还有金钱。凯文呢就不一样，凯文直接买改装好的，最舒服的这张铜椅很好坐。你不要看它跟 FK8 一样红色嘛，可是它的设计是完全改变了的。我觉得 FL5 的座椅会更加舒服更好坐，方向盘原装的有带阿坎塔拉的，所以我们还是仪式感需要的。这里踩了刹车，现在呢 Edwin 换成了 Individual Mode， 日常生活驾是用这个设置啦。排气管还是有一点少许的声音的，我觉得如果 Muffler Delay 或者换上了 Downpipe 之后呢，会更加的大声。这边有的换驾驶模式 Plus R 之后，这边会显示一个 Plus R 啦，动力最大，油门反应也是最好的。这边有 Comfort、Sport、Individual 3种啦，那我们就去试驾吧 ，Let's go。OK。原装啊，330P， 哦，你没有应该300P 啦，300多一点的，420个牛顿米的扭力啊，可是这辆车还是偏顺的，越高转越有力那种感觉。哦，后面那个 Stage 2真的快哦。车不知不觉会加快的，真的好热血哦！椅子又够 hold 着我，很好坐。看，所以我喜欢它原装是这么的啊，它来的不暴力，所以我过弯。触弯我可以直接全油门那种感觉，哇！哇 ，X 是红色很少见哦，是咯。跳 ，Plus R 就是 best 啊，我喜欢这种跳。有些人讲他不喜欢，他们放 Sport 上山。喂 ，CRZ 哦。
问了为什么有 Auto Hold 你还要做，我就是爽哦，我就想自己做。哇，这样大个了啊！哇，好大耶这边！开到弯。哦，哦。 是什么？吓到我，怕会出来。 架啦，原装过啦。哇，跳！明白有些人为什么不喜欢 Plus R 了，因为会跳到还晕一下，可能吧，脑震荡的感觉，呀。之前我加那个 Spoon 的 Sport Spring 啊，跳到我的那个 camera 一直跌下来呢。今天也是差不多这样的状态。哇 ，Spoon 下去更跳，对，够厉害。凯文的就是放 Spoon 的是吗？啊 ，Spoon 的，所以可能放了 Spoon Sport Spring 就。 有些人就真的觉得帕萨太过跳了，就觉得不应该啊，把它可以给到你了，够硬。比赛员。哦，有点下雨啊。 真好！哇 ，good！ 我觉得很棒的啦 ，Speed Remover 这样子上山也是够啊。其实我比较讲究 respawn 啊。
这种 response 已经很棒了啊。gear ratio 又好，哇！哇，过弯，呼呼，真顺，丝滑。来哦！哇靠！凯文的现在多少度啊？你的113。有时候会出现这里跟这里不一致嘛？没有试过。有试过，凯文的有时候这边跟这边有一点差别。哇，好晕哦，这样子看那个光。哦，没有来。Respond。够力跳 ，I like it。哇，那个光会弄到晕啊，这个，它闪一下闪一下哈，我老。原装就是好，所以你看上到来瞄才115度吧。油温，天！来了。solid 的啊，底盘。虽然可能你会觉得输给欧洲车啦，是啊，可是以 Honda 来说 ，FL1 什么 F1啊，给不到这样的感觉。再改也好，什么 Hard Race、Camber Kit 有到玩就怎样。之前我还
还没有嫁给 FK8的时候，我第一印象觉得 FK8很贵。可是当你嫁了之后哦，你会觉得哦，卖300千是值得的，因为他们工程真的是花了不少时间 R&D 研究、调教，整个就是完美的那种。120度，准，又不会很高，水温100，所以 yes， 它控制到不错了哈，比起 FK8来讲，而且 FK8没有人看这个表的嘞。Supra 和 Dis 两个不一样世界的东西，可是我会选 FL5 多一点。首先第一个就是它4门啊，我的口味啦。首先第二点就是Manual，我一定选Manual。Supra 的Manual 太贵了，好吧？所以驾过了这个车之后啊，你们懂什么叫 Type R 了哦，你就明白为什么这样多人会喜欢买 FL5 了。喜欢买它不是因为跟风来的吧，是真的好驾。你看上到来还是蛮油的哦。Alright guys, FL5 原装终于完成了，所以在我这个频道也差不多完整了。剩下 DC2、DC5 还没有 review， 差不多来了啦，就来了啦哈。凯文说2000个 like。是它的 Stage 2。好了，如果你们想要怀念一下之前 FL5 Stage 2的话，380p on wheel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影片啦。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影片。我是 Ed， 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拜拜。